你可能没见过这么爱虚荣的小女孩。她家里穷得煮不开锅，却指着街边的豪宅，告诉同学那是自己的家，还说家里最差的车竟是总统座驾。同学们看到那豪宅和豪车，都羡慕地看着她。这时，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学急忙询问是否有私人游泳池，很想去参观一番。害怕真相暴露的她赶紧说：“今天要上钢琴课，下次再邀请大家来玩。”正在这时，一位大婶骂骂咧咧地从别墅中走出，见到这位女士，她立刻慌了神，没想到这女士竟是她妈妈。她赶紧低下头，生怕妈妈认出她来。同学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询问她这是不是你妈妈。无言以对，她转身就跑，大声责问妈妈：“为什么不在我同学面前叫我一声大小姐？难道我要在别墅门口告诉同学，我妈妈是个保姆吗？穿成这样不要跟我打招呼。”妈妈急忙道歉，说自己反应迟钝，没及时察觉，还保证下次不会这样。她还是责怪妈妈太穷，为什么要生她，让她在朋友面前丢脸。说完，气愤地摔门离去。妈妈看着女儿的背影，责怪自己没给女儿好生活。第二天，所有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同学们嘲笑敏静的妈妈是保姆，但敏静镇定地站了起来。她说：“昨天那位女士是我们家的保姆，她因为女儿失踪了，所以有些神经兮兮的。我妈妈出于同情收留了她。”同学们让她别撒谎了，他们说不会再信她的话了，只是一栋房子而已，撒谎有什么意义呢？在你们眼中，那所房子难道是龙王的宫殿吗？土豹子的心理承受能力真强，连我都自叹不如。你以为他只骗同学吗？其实连老师也被他蒙圈。为了赢得模特比赛的冠军，他竟谎称自己是富家女，回家还向妈妈抱怨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妈妈无奈地说：“债主每天都来催债，衣服保暖就好，还要求什么样的？”敏静反驳说：“一个人的衣服能反映出他的生活。”第二天，敏静出现在比赛现场，旁边的恩菲忍不住夸赞敏静真的很漂亮。恩菲热情地跟敏静打招呼，但敏静没有任何反应。恩菲试图引起敏静的注意，于是轻轻推了她一下，谁知敏静反手就把恩菲的衣带拽下来。事发突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恩菲气愤地将敏静推倒在地，倒地的恩菲尖叫了一声，看来是手腕摔伤了。恩菲急忙道歉，并打算叫大人来处理。敏静却说比赛马上就开始，不用麻烦了，他保证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边说边拉着恩菲向舞台走去。看着舞台上表现得无懈可击的敏静，恩菲明白敏静刚才只是在假装，尽管他试图补救，但结果毫无悬念，敏静还是赢得了第一名。比赛后，恩菲也遭到了妈妈的严厉批评，而恩菲的大伯母因为敏静的胜利，便把韩服送给了她。恩菲追上去指责敏静是个骗子，居然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赢得了比赛。恩菲觉得敏静不配拥有那件韩服，一把夺过那件韩服。在他们争执时，韩服不慎掉入了池塘。对敏静而言，那件韩服实在太珍贵了，她毫不犹豫跳进了池塘。这个行为让恩菲目瞪口呆，出身豪门的她可能根本无法理解韩服对敏静的重要性。看到这么漂亮的韩服，这个虚荣的小女孩警告她妈妈不要碰她的衣服，因为她觉得卖菜的妈妈会弄脏衣服。听到女儿这样讽刺自己，妈妈不但没有责备，反而感到更加对不起女儿。女儿抱怨别人的妈妈都穿得很优雅，而自己的妈妈总是衣衫褴褛，她甚至说宁愿自己是个孤儿，这让妈妈无言以对。虽然她已经非常努力的工作，但仍未能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看着那张不符合周围环境的粉色公主床，妈妈以为自己已经给了女儿最好的。看着考试得了满分的女儿，问她为什么不把考满分的事告诉自己，敏静回答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不像其他家长，从不带我买衣服。”为了让敏静开心，妈妈决定这个月的利息不还了，打算带敏静去吃西餐。妈妈虽然打扮得很花哨，但样子还是让人难以直视。没想到债主竟然找到了敏静，看到女儿被欺负，妈妈立刻用高跟鞋反击，可债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妈妈坐在地上哭成一团。敏静甚至说：“不如把我卖到富人家算了。”母女俩决定夜里悄悄搬家，发现货车已经装不下了。敏静让妈妈别装了，无奈地说：“我们是在逃命，不是搬家。”另一边，恩菲担心妈妈会和爸爸离婚，偷偷藏在妈妈的车里。车祸突然发生，恩菲目睹了大伯父的死亡，受到惊吓的恩菲急忙跑出车外，而她的妈妈担心事故被人发现是她引起的，急忙开车逃离现场，却没注意到恩菲在车后追赶，直到回家都没发现恩菲不见了。恩菲躲在稻草堆旁哭了整夜，看到公路上有警车，她跑去求救，不料被开了一夜的车的敏静妈撞上，他们悄悄把受伤的女孩带到旅馆。看着被自己撞倒的恩菲，出于害怕坐牢的心理，他们选择不报警。更糟糕的是，看到醒来的恩菲失去了记忆，这才总算甩掉了追债的人。
绝不能让这个小丫头泄露秘密。于是母女俩决定狠心地抛下恩妃。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旅馆的时候，却被一位警察叫住。难道是撞人的事情暴露了吗？没有。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没想到恩妃突然追了上来，她抱住那女人的大腿，喊着妈妈，不要抛下我。老板问你不会真的想把孩子留在这里吧？看到警察就在一旁，那女人连忙否认，她解释说自己只是去先启动车子，仅此而已。那女人最后决定暂时收留恩妃，当自己的女儿，等恩妃恢复记忆后再做打算。恩妃的父亲，他看着恩妃以前最爱的那幅画，非常伤心。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找回恩妃的方法。恩妃非常喜欢绘画，于是爸爸决定举办一次全国少儿绘画比赛。真没见过这么偏心的妈妈。小女儿恩妃又乖又懂事，只要有空就帮妈妈招待客人，洗碗端盘子。没想到妈妈竟这样对待她，最可恨的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恩妃还是很爱她的妈妈和姐姐。而大女儿敏静不仅不帮忙，还经常上自己喜欢的钢琴和美术课。妈妈竟然更偏爱她，还特地给她买奶油面包，偷偷的让她喝昂贵的牛奶。而姐姐敏静还常常欺负可怜的恩妃，对她呼来喝去，竟然把恩妃的作品改签成自己的名字。她并不知道这次比赛其实是恩妃爸爸为了找回失踪的女儿恩妃特意举办的绘画比赛。恩妃的爸爸一看到敏静的画作就被深深吸引，他非常确定这种风格的画只有恩妃才能画出来。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会不会知道恩妃的下落呢？于是夫妻俩决定留敏静下来一起吃饭。当询问敏静是跟谁一起来参赛的，敏静竟然撒谎说她是孤儿，声称是自己偷偷来的。现在她跟一个卖酒的大婶住在一起，但大婶对她打骂相向，她的生活非常艰难。听到敏静这么凄惨的经历，恩妃的父母立刻表示，如果她愿意，可以资助她来首尔上学。恩妃的奶奶看到敏静，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孙女，决定把原本给恩妃准备的衣服送给敏静。敏静非常羡慕这样的富裕生活，心里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另一边，讨债人找到了小饭馆，在店内横冲直撞，妈妈却责怪恩妃没有看好店，还说恩妃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啊，即使在路上遇到也要装作不认识，因为他曾对养父母说过她是孤儿。看着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竟说出这样决绝的话，妈妈一瞬间坐倒在地。不仅如此，李静甚至趁妈妈睡觉时偷偷整理好行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养她长大的妈妈。她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性，绝不会像妈妈那样一生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当妈妈找到她的时候，她故意问养父母他们是否真心愿意资助她上学，同时不停地给妈妈眨眼，生怕妈妈说出什么破坏她现在的富裕生活。妈妈明白这是敏静故意让她听到的，看着亲生女儿就这样从身边走过，自己却只能假装不认识。或许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只要孩子开心，其他都不重要。而在另一方，恩妃独自一人守着妈妈的小餐馆，本应是她享受幸福的，转眼间14年就这么过去了。聪明的恩妃也长成了大姑娘，并把名字改成了宝莉。宝莉仍旧是妈妈店里的义工，而敏静已是名校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宝莉和妈妈特意来参加敏静的毕业典礼。他们一大早就坐车来到首尔，久违的见到姐姐，宝莉兴奋地挥手叫着姐姐，却被妈妈捂住了嘴巴。随后敏静投来了一个冷漠的眼神后就走了。天真的宝莉不懂为什么妈妈要这么做，妈妈说见一面足够了，她不想让敏静不高兴。心机女意外发现她的富二代男友竟然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她因为嫌贫爱富竟然立刻提出了分手，没想到自己居然怀孕了。但敏静决定不要这个孩子，只因为男友现在一贫如洗，她认为自己不可能跟一个穷光蛋过一辈子。于是敏俊赶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她胎儿发育得很好，但敏俊却对医生说他无法生下这个孩子。为了说服医生做手术，他谎称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但医生告诉他胎儿已经6个月大了，已过了可以做手术的时间，现在唯一的选择是生下这个孩子。这让他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为了终止怀孕，他甚至冲进了桑拿房，在看到房内禁止孕妇和老人入内的警告牌后，此刻他已经失去理智，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那可怜的男友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被撕碎的 B 超单，敏静竟然怀孕了。他兴奋地拿着照片找到敏静，质问敏静是否真的怀孕了。但敏静为了让男友死心，竟然告诉他孩子已经没了。男友不信，坚持要拉他去医院检查。敏静说自从他变穷那天起，孩子就没了。男友说他会努力挣钱，绝不会让敏静受苦。敏静说他们现在已经无关了，如果他继续纠缠，他们最终会成为敌人。担心敏静出事的男友赶到他母亲家，他母亲告诉他敏静不在。原来敏静早知道男友会来找他，他早就告诉夫人那男的是追求者，但知道他拒绝后，男的就变得有些可怕了。
梁母听完这些，安慰敏静，让她先住在这里。不料那天夜里，敏静突然肚子痛，掀开被子一看，床单上竟然有很多血。夫人突然叫她出来吃饭，这时她已经吓得浑身是汗，但绝不能让夫人察觉，于是急忙把血迹的被子藏了起来，关上灯，说自己不舒服，要睡觉了。夫人关心地问她哪里不舒服，摸了摸她，竟然发烧了。尹静撒谎说已经吃过药了，睡一觉应该就能好。夫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就离开了房间。尹静本打算半夜偷偷地将带血的被单洗净，没想到夫人突然回来，看到带血的裙子，敏静这是怎么回事？敏静吓得说不出话来。夫人低头一看，发现底下有很多血。医生询问敏静是否怀孕了，敏静马上否认。夫人解释说她还没结婚。医生发现敏静缠着腹带，敏静急忙解释说自己有肠胃炎，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医生说拍了 X 光片就清楚了。趁夫人去交费的时候，敏静向医生坦白自己确实怀孕了。她苦苦哀求医生千万不要把她怀孕的事情说出去，否则她和孩子都会有危险。医生看着可怜的敏静，只好答应。不仅如此，为了摆脱男友的纠缠，敏静竟然报警，谎称男友骚扰自己，把男友送进了监狱。但突然她爸爸病危了，敏静坚称这只是个借口，让警察不要释放她。在敏静的阻挠下，男友最终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件事让她心中种下了仇恨。为了掩盖孩子的存在，敏静开始研读接生的书籍，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她意识到宝宝要出生了，赶紧打电话给妈妈，千万别让宝莉在家。本来高兴的妈妈看到敏静痛苦的样子，吓了一大跳，直到看到敏静的大肚子，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唉，真的要在家生了。虽然疼得厉害，敏静却一声不吭。虚弱的林静不耐烦地说：“别让孩子哭闹。”林静看着自己辛苦生下的孩子，心里虽然依依不舍，还是决定让妈妈把她送往孤儿院。妈妈去煮海带汤的时候，林静悄悄地离开了。没想到孩子被刚回家的宝莉发现，宝莉惊讶地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婴儿，质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紧张地说是在门口捡到的，但老师看到地上有血的剪刀和煮好的海带汤，就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无奈女人嘴很严，什么也问不出。老师无奈地离开了。妈妈看着敏静留下的便条，看着刚出生的小孙女，心里也是十分不舍。宝莉还是被支开了，悄无声息地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不舍得的她走出门，就在孤儿院外哭了起来。敏静则是连夜回到了富豪家，绝不能让养父母察觉。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但敏静依然没有进入夫人的视线，被完全当作下人看待。敏静不顾刚刚生产的身体，在外头淋着大雨，雨水浸湿了她的衣裳，饿了就用热水泡饭吃，边吃边担心被发现。这时候妈妈打来电话，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走了，还叮嘱她别忘了吃东西。刚生完孩子，身体很虚弱，要多喝些海带汤。听到妈妈这样关心疲惫的敏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哭声都害怕被人听见。她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富人，难道做个普通人就不好吗？福利院又打来电话，说新送来的孩子生病了，医生经诊断后发现孩子有先天性听力障碍，这是因为孩子妈妈怀孕前的不良行为导致的。看到刚出生就被抛弃，现在又生病的宝宝，善良的宝莉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宝莉仿佛欠了这对母女一样，妈妈不但没有责怪她，还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走上街头，并告诉路人这孩子是她女儿宝莉的。这让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大家都在议论宝莉未婚先孕的事情，指责她不知羞耻。妈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希望自己亲生女儿的孩子能名正言顺地留在自己身边。她利用了养女宝莉的善良，步步为营地引导宝莉去收养她亲生女儿的孩子。没想到宝莉真的上了她的当。宝莉不仅要每天忙于店里的生意，回到家还要洗尿布和照顾孩子。得知宝莉要收养孩子后，她的老师非常生气地质问宝莉的妈妈：宝莉还未婚，你怎么能让她现在就养孩子？这会毁了她的后半生。妈妈却假装无奈地说：这是宝莉自己的决定。老师要宝莉的妈妈把孩子送到她妈妈那里。宝莉的妈妈顿时紧张起来：我怎么可能知道孩子的妈是谁？老师则说：孩子的妈妈就是住在首尔的宝莉姐姐。老师真是聪明，宝莉妈妈的坏心思根本瞒不过她。当下宝莉坚决否认孩子是姐姐的，老师也就作罢。临走时他还警告宝莉的妈妈，其实宝莉并不傻，她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她甚至可能猜到孩子是姐姐的，但因为妈妈的养育之恩，她劝老师不要生气，让老师继续教她做韩服。她需要赶快赚钱养孩子，但贪婪的养母怎会轻易放手？为了防止未来的麻烦，她逼宝莉把孩子登记在自己的户口下，但老师让宝莉等她从首尔回来再做决定。他希望宝莉跟他回首尔住，他不想宝莉的才华在这里被埋没。
养母为了避免麻烦，竟用送孩子回孤儿院来威胁，逼保利赶紧给孩子上户口。傻保利为了照顾生病的孩子，竟放弃了去首尔跟老师学习韩服的机会。但保利的善良并未换来妈妈的温柔。田雨丹就是不肯喝奶粉，妈妈坚持说新生儿应该喝母乳，保利无奈只好到医院求人，借来的母乳却是坏的。雨丹喝了之后发高烧生病，这还是免不了妈妈的责骂。保利你怎么这么笨啊，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保利因为好心办错事，深陷自责之中，急忙去买退烧药，却发现买药回家门被锁了，他怎么哭喊都没用，妈妈就是不开门。原来妈妈是故意惩罚他的。无家可归的保利只能去找老师，老师听声音赶来开门，看到雨中蹲着的保利，了解原因后，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跟我去首尔。保利说他已经当了一次妈妈，一辈子都是妈妈，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攒钱给雨丹做听力手术。在那之前，不管别人怎么辱骂我打我，我都会忍着，就像狗一样的活着。老师非常心疼保利，体贴地说等雨丹手术后，他会陪在保利身边，一起筹集手术费。保利一边照顾雨丹，一边做生意接待客人，他做韩服卖韩服，还卖纸箱。而敏静因害怕前男友报复，选择出国留学。转眼间5年就这样过去了，保利也攒了不少钱，他决定卖掉小饭店，搬到首尔去生活。但妈妈不同意，妈妈担心敏静回来找不到他。保利说5年都没联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为了何丹的未来，保利坚决要搬到首尔。李丹已经长大，看不惯外婆总是欺负妈妈，他不高兴了，拿了个青蛙放在外婆衣服里。这时敏静却出现在了国内机场。5年后，保利按约定搬到了首尔，虽然迟到了5年，但他不想再错过机会，这次他一定不会错过。保利拿着老师给的包裹，来到了曾经熟悉的家。院内的染布像彩虹一样，感觉自己像进入了仙境。看到严厉的名将时，他没想到这名将竟是自己的亲生奶奶。他把老师的包裹递给了名将，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自己最喜欢的大儿媳的手艺。他打开了一封信，信上写着让婆婆收保利为徒，如果保利能留在他身边，他或许有天会鼓起勇气回到他的身边。尽管老名将再三询问大儿媳的下落，但因为老师的叮嘱，所以保利也只好说自己不清楚。夫人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大嫂推荐保利去飞书馆，她担心大嫂有什么不良用心，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急忙让敏俊从国外赶回。第二天按约定来到的保利，却被夫人强烈阻止。夫人让保利离开飞书馆，但老前辈坚持让他进入。国际大赛即将开始，保利左右为难。婆婆提出要按规矩来，只要保利通过测试，就可以留在飞书馆。题目由夫人出。保利看着眼前的情景，简直像是复制粘贴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一时间有些懵。旁边的夫人还在催他快点。保利说姐姐脸色苍白，属阴的，怕冷，适合暖色系。老前辈对保利懂阴阳五行印象深刻，非常满意。保利继续说红色和黄色很适合姐姐，毫无疑问另一件就不合适了。但保利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保利说妹妹怕热，但性格活泼，所以黄色也适合她。老前辈生气了，因为懂阴阳的人应该知道怕热的妹妹适合穿蓝色，而夫人却幸灾乐祸地说保利没有通过测试，现在必须立刻离开。但刚要离开的保利被双胞胎叫住，原来保利忘了带东西。保利问妹妹你是不是没听清楚？双胞胎感到非常惊讶。保利已经知道了，如果他刚才说出妹妹听力有问题的事，妹妹就会被学院开除。躲在角落的夫人也听到了保利的话，心里想这人怎么这么傻，明明知道却不说。婆婆也恰好听到了保利的话，要求夫人把保利再带回来。此时敏静也从国外返回飞书馆，一回到国内就直奔奶奶的房间，先是给奶奶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开始撒娇。其实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让妹妹保利看到，他想让保利知道自己在这个家很重要，还假装不认识保利跟他打招呼。不自在的保利选择了离开。保利刚出门就被夫人警告，说是特意把敏静从国外叫回来，目的就是为了让保利离开。但保利也毫不示弱，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要留在飞书馆学习。他们本是亲母女，现在却变得像敌人一样。敏静后来找到了保利，告诉他最好识趣点，快点离开。但自从保利成为了母亲，她变得更加坚强。现在她要为了女儿和妈妈，不再让姐姐摆布。保利在飞书馆里走着，突然回想起一些模糊的记忆，他觉得自己曾经来过这个家。跟随记忆中的片段，他走到了自己曾经的房间，看到墙上的画，这是自己小时候画的吗？这里怎么会有你？这时候敏静走了进来，玛丽直接质问敏静，你是不是抄袭我的画才能进入这个家的？敏静一把夺过画作，她说这画是自己模仿庭院画的，我根本不记得你的画了。他们的对话被路过的教授听到了，教授走进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两人随便编了个理由敷衍过去。虽然教授没问出什么，但他知道闵静的话肯定是抄袭的。教授随后找到了保利，教授拿出恩妃小时候的画，问保利是否见过这幅画。看到教授急切的样子，保利正想说出真相，却被闵静故意打断。教授刚好问闵静：“你们小时候不是同校的吗？你们难道不认识吗？”闵静急忙否认没见过保利。保利为了保护姐姐的秘密，只好撒谎。不放心的闵静悄悄去了教授的画室，他找到了恩妃小时候的画。保利怎么会有恩妃的画？难道闵静已经猜到了保利的身份？闵静在打扫房间时意外发现，原来保利就是夫人失散多年的女儿。恩妃不敢相信这一切，教授突然来访，她吓了一跳。为了不被教授发现，闵静故意转移话题，但是闵静的惊慌完全暴露了。教授看出了一切，他绝不能让保利与家人重逢，否则自己多年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一切努力都会白费。看看恩妃小时候的照片，闵静既惊慌又嫉妒，他仍然不敢相信，从小被自己欺负的保利竟然是恩妃。他的一举一动全被教授看在眼里。教授把对闵静的怀疑告诉了夫人。出乎意料，夫人这段时间也觉得闵静有些不对劲，于是夫人命令管家去查查，调查一下闵静的近况。这天，保利准备把做好的韩服送给老名将，没想到老人家不在，因为今天他的女儿要做手术。保利便把衣服留在了老名将的房间，然后匆匆离去。保利刚走，闵静就走了进来，他想把保利赶走，看到桌上的衣服心生歹意。老名将回来后发现衣服竟是残次品，非常生气。夫人和闵静一进来就大声嚷嚷，坚持要看保利做的衣服，好像早知道衣服有问题。天哪，这到底怎么了？如果让外人知道，会笑话名将的徒弟只有这点本事，别人肯定会笑掉大牙。而闵静在一旁火上浇油，说保利的女儿正在做手术，几天都不会过来。老名将气得直接打电话叫保利过来。匆忙赶到的保利看着被破坏的衣服，坚称自己送来时衣服完好无损，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他突然想起自己送衣服的时候，在场的还有闵静。闵静是夫人的得意门生，他不相信保利的话，还用保利女儿的事来攻击他，嘲笑保利没结婚就有孩子。保利解释自己有苦衷，即便不在飞术馆学习，他也绝不会抛弃孩子。说完这些，保利就告辞了，正准备离开，却不料碰到了闵静。他直接质问闵静为什么要破坏衣服，没想到闵静装傻充愣，还做得一套一套的。这时候养父母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每个缝纫工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一眼就能看出是谁干的。保利对姐姐说，如果你现在能说出真相，我现在就可以原谅你。但闵静还是死不承认。保利也不再手软，做衣服的人身上总是带着绸缎的香味，而这件衣服上却有香水味，凶手显而易见。保利离开后，事情败露了，闵静直接跪在地上，看着自己即将被养父母赶出家门。闵静找到了亲生母亲，求她带保利离开这里，只有让保利离开，才能阻止他们父女相认。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偶遇了保利，闵静一看到保利就抬手想动粗，但如今的保利不再任人摆布。这一幕被躲在一旁的教授和夫人看到了，教授更加确信闵静和保利母女有关。保利不想再撒谎，坦白说闵静其实是自己的姐姐。保利正要说出全部真相，却被妈妈打断，并被强行拉走。人走后，闵静又开始假哭，但教授已经不再相信她了。他不仅破坏了保利的衣服，还撒谎称自己是孤儿以博取同情。没想到闵静竟然从箱子里掏出了父亲的死亡证明，说自己从父亲去世后就成了孤儿，还谎称保利的妈妈小时候经常打骂他。被领养之后，保利的妈妈依然没放过他，威胁他每个月必须按时汇钱回家，否则就要起诉你们。看着存折上的汇款记录，教授和夫人相信了闵静的话，还找来了闵静的妈妈帮他讨个公道。闵静害怕亲妈露出马脚，赶紧抢先说女儿怎么能这么说自己。虽然心如刀割，但为了闵静，他选择配合闵静，扮演一个刁钻又讨厌的角色。面对这样贪婪无厌的人，教授气愤地离开了，而夫人则把一杯水泼在了亲妈的脸上。亲妈被泼了一脸水，闵静却一声不吭，然后跟着养母离开了现场。看着亲生女儿对自己这么无情，他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保利回到家后，妈妈对保利说她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保利早就知道这一切，一直在装傻，可能是被保利的真诚与善良感动，他决定帮保利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看着墙上的寻人启事，他没想到保利竟是教授和夫人失踪多年的女儿。于是他拨通了传单上的电话，教授接通了电话，电话中他说已经将恩妃养大成人，这20年来一直在寻找恩妃的亲生父母，直到现在才发现了这张传单。说着他立刻就要到你家了。20多年后突然又听到了恩妃的消息，全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老名将听说多年未见的孙女找到了，激动得差点昏过去，而宁静在一旁却变得极其不安。
他意识到保利就是恩妃，他在电话中提到抚养恩妃长大的那个人，心想不会真是自己妈妈吧？他决心不能让他们认清，否则自己和妈妈可能都得坐牢。全家人坐立不安，在客厅里焦急等待。终于门铃响了，他抢先跑去开门，四目相对，一场尴尬的对视。敏静急忙从妈妈手里抢过寻人启事，这一刻，妈妈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保利的亲生父母正是敏静的养父母。妈妈看到敏静拿出手机，手机上写着不要提张恩妃的事，她立刻改口说她是来找保利的。教授看到是保利的妈妈，失望的离开了。一家人白等了半天，没人再来。教授愤怒地说，如果找到是谁搞的恶作剧，绝对不会放过他。引进嘱咐妈妈，千万不能透露保利的身世，否则自己的所有努力都将白费，并且告诉妈妈，保利的老师正是恩妃的大伯娘。另一边，老师看到了保利小时候的画，这画简直和恩妃小时候的作品一模一样。他开始怀疑保利就是恩妃，他打电话问保利有没有小时候的照片，没想到老师找照片时，一个也找不到。原来照片早已被敏静拿走了。敏静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想不到前男友竟然看到了这一切，还把照片给复原了。教授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找了20多年的女儿，没想到就是经常来家里的保利。自从那次老师发现了龙袍，他就开始怀疑保利可能是自己的侄女恩妃。有一天，老师让保利把布料放到仓库，却故意没告诉他仓库在哪。走到半路，保利突然意识到，他居然忘了问仓库的位置，想回头去问清楚，但转身那刻，他突然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画面，就跟着小时候的影子走，一路顺利找到了仓库。老师到了仓库后，惊讶的不行，问保利怎么知道仓库在哪里。保利也觉得很奇怪，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了，还不自觉地说出了仓库的分类，这让老师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保利一定就是恩妃。门口的敏静看到这一幕吓坏了，看到恩妃和雨丹一起吃炸酱面，教授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恩妃丹妃也很喜欢吃炸酱面，便把自己的份也给了保利。远处的敏静看着这一切，简直快要疯了。保利在染布院和女儿还有丹玩耍，丹突然问保利，为什么没看到你说的风筝？保利望向空荡荡的天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告诉丹等一下，然后跑到一间房子前，熟练地从下面拿出了一个满是灰尘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风筝。女儿好奇地问妈妈，怎么知道这里有风筝？教授看到这一切，急忙上前质问保利，你怎么会知道这里有风筝呢？保利自己也很纳闷，不知道怎么会知道。雨丹说，因为妈妈常画这个图，所以可能知道这些事。教授现在一看到保利，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恩妃，他兴奋地找到了大嫂，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保利会不会真的是恩妃？但大嫂说，她之前也怀疑过保利是恩妃，甚至用保利的牙刷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保利不是恩妃。教授失望地走了，现在连小树子都怀疑保利是恩妃，难道是牙刷出了问题？教授不死心，决定进一步确认保利的身份，请保利为他画几幅画。旁边的夫人却很不高兴，她现在对保利非常敌对，如果以后认清他会有多尴尬。当教授看到保利的画时，他心中似乎有了答案，而正在收拾仓库的保利突然感到头痛欲裂，童年的场景一幕幕闪现在脑海中。淫丑女为了能嫁给富二代，竟然对躺在血泊中的亲生母亲视若无睹。前男友急忙让敏静下来，要带妈妈去医院，但此刻的敏静脑子里只想着能否嫁入豪门。原本在结婚当天，妈妈想把买好的戒指送给女儿，但敏静对妈妈的心意毫无感觉，还担心富二代会发现妈妈，于是把戒指扔到了马路上。没想到妈妈为了捡戒指，一辆摩托车突然从对面驶来，一声惨叫回荡在整条街道。敏静想过去看个究竟，却被人紧紧拉住不让去。敏静透过窗户向外看，看到妈妈倒在血泊之中。文志看到这一幕后，立刻把敏静的妈妈抱了起来，他给敏静打了电话，但敏静为了婚礼能顺利进行，没有去关心妈妈的生死。这时保利在仓库恢复了记忆，无法承受的他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还没想好如何面对这一切，只能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时，保利突然得知妈妈住院的消息，并从文志那里得知详情，得知敏静为了婚礼没管妈妈。本来想找敏静算账的文志，被文志上拦下。文志上说算账也应该是我来，敏静不仅让我坐了牢，还间接导致我父母去世，还瞒着我抛弃了我的女儿雨丹，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此刻的敏静却还在沉浸在爱情之中，浑然不知外界的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足以摧毁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赵华无意中在敏静的行李箱里发现了恩妃小时候的照片，他急忙拿着照片找到了教授。教授得知是敏静藏起来的照片，非常生气，但夫人却认为不可能是敏静做的，肯定是有人在陷害她。敏静从婆婆那里知道照片被发现，
他惊慌失措，在洗澡时趁机打算偷偷溜回飞术馆，希望别在路上被前男友拦下。文志直言，终于明白你在干什么，原来你一直在偷窃恩妃的生活，本该今天揭开你的真面目，但你又给自己添了一条罪，完全不顾自己的妈妈。疯了，敏静这女人真的疯了。她此时还不知情，这只是开始心机满满的养女，试图阻止养父母认出亲生女儿，没想到最终被养父母发现。教授气得给了她一个耳光，怒问敏静为何藏起恩妃的照片。谁知道敏静竟开始撒谎诬陷保利，这次教授根本不信她的话，而夫人却在旁边为敏静辩护，大骂保利是个没教养的低贱孩子，肯定是保利干的。夫人急忙反驳教授的怀疑，说无论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样，她都能认出来，她根本看不出保利身上有恩妃的影子。敏静气急败坏地找到夫人，继续诬陷保利，说保利评价你的作为腐烂。没想到夫人二话不说，直接给了保利一个耳光，并严厉斥责。看着自己的亲妈这样对待自己，保利感到极度委屈，流下了泪水。保利忍不住不想让夫人继续被敏静欺骗，于是警告敏静自己会去做亲子鉴定，要揭露你的真面目。没想到敏静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她掌握着夫人的致命把柄。她威胁保利，一旦他承认自己是恩妃，他就会害死夫人，还会把你大伯父的事情公之于众，到那时飞术馆会因你而四分五裂。谁料教授突然出现，严厉警告敏静别再玩花招，否则让你后悔莫及。然后带着保利直奔亲子鉴定中心。保利显得有些为难，他担心这会让大家不信，但看到教授期待的目光，他终于同意进行了亲子鉴定。医生确认他们是父女的几率高达 99.99%， 教授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教授随后带恩妃去了飞行俱乐部，发现保利就是自己多年失踪的孙女。而夫人那边看到了保利小时候的照片，质问敏晶到底怎么回事。敏晶意识到无法再隐瞒保利的真实身份，立刻变脸，威胁夫人如果不想自己害死恩妃，大伯的秘密一旦曝光，那就随便去找恩妃吧。但此时的夫人已顾不得那么多，直接冲到保利家，大声追问我的恩妃藏在哪里。两个女人在拉扯中，老人赶到，夫人恳求大嫂告诉她恩妃的下落。这一天在华家里宣布要与保利结婚，没想到家人强烈反对，华的父母坚决表示绝不允许保利这样的单亲妈妈嫁进门。明白事理的雨丹担心自己会影响妈妈，立刻表态妈妈结婚后自己不会搬过去，而是和奶奶一起住。敏静担心雨丹的存在会被婆家发现，决定让妈妈带着雨丹立刻出国。保利回家后也发现了妈妈和雨丹的行李和护照都不见了，他立刻猜到是敏静搞的鬼。听说女儿雨丹不见了，他疯狂地质问敏静把雨丹藏到哪里去了。这时候的敏静却异常嚣张，没想到妈妈和敏静的通话被戴华听到了，得知雨丹可能被送往国外，他马上联系了文志。保利气冲冲地去找敏静，他担心如果雨丹出事，他会以张恩妃的身份让你下地狱。一旁偷听的夫人没想到敏静这么毒，他誓言要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恩妃。文直赶到了机场，他也找到了敏静的妈妈。文直让敏静的妈妈交出雨丹，没想到雨丹突然不见了。原来雨丹害怕被至上叔叔带走，不想影响妈妈的婚事，所以偷偷跟在大人后面，悄悄地上了一辆大巴。他看到大人们急忙找他，虽然李丹很不舍，但他还是选择了悄悄离开。唐丽恳求妈妈告诉自己李丹在哪里，他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准备结婚，都是我的错，如果雨丹能回来，我愿意一辈子服侍雨丹和你。妈妈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开始责怪保利，为什么非要坚持结婚？如果你不结婚，我也不会带雨丹出国，雨丹也就不会丢。夫人恰好赶到，看到了这一幕，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欺负，她疯狂地跑过去把敏静妈妈推倒在地。没想到在得知自己女儿走丢后的敏静一点都不担心，反倒觉得庆幸，看到自己的女儿竟这么恶毒。妈妈决定了不再帮这个连畜生都不如的女儿。就在这时，夫人突然来了，看到了敏静妈妈的亲子鉴定结果，夫人也终于明白了，这么多年来自己养了个白眼狼，决定不再养这个城府深重的养女。谁料到敏静拿出了一份录音，录音里有夫人害死恩妃大伯父的证据，用来威胁夫人，如果我不是飞术馆的女儿，你的秘密也会公之于众。但敏静的妈妈不想再帮她隐瞒，不希望女儿越来越不可救药，她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想再被女儿牵着走。没想到敏静竟然以死相逼，妈妈看到女儿这么绝情，无奈只好答应再帮一次，这才阻止了敏静的自杀行为。雨丹也终于被找到了，看着女儿现在这个样子，心如刀割，这次绝不再对敏静心软。他拿着一份文件，找到了正要出门的会长和黛西。这时的敏静极为恐慌，黛西对敏静彻底失望，质问敏静嘴里到底有几句真话。敏静还在狡辩，说一切都是文志和保利陷害她的，但黛西已经不信她了。当发现
保利是恩妃的时候，黛西更加确信闵静肯定瞒着自己很多事，于是命人在闵静的车上装了定位器。文治的报复也开始了，他带着闵静去了，回到了自己父亲曾经的工厂，逼着闵静给已故的父母道歉。谁知宁静依旧死不认错，不断的激怒文治。正当这时，西突然出现了。见到西的到来，闵静马上改变了之前的嚣张态度，抱着文治的腿苦苦哀求，看着自己的女人受折磨。西一拳打在了文治的脸上，两人随即打了起来。文治面对困境，难道这次真的没救了吗？心机女为了挽回富二代丈夫，竟对深情的前男友下毒手，没想到富二代却发现了她的罪行，而闵静表现得异常冷静，她甚至阻止西拨打急救电话。等到工人赶来时，她还撒谎说没看到有人在西那边。没想到闵静竟这么残忍，她决定彻底和闵静断绝关系，不再被威胁。事故现场你也在，如果我被抓了，你觉得你能脱身吗？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西虽然恨不得立刻掐死他，但还是忍住了。等到保利和夏华赶到医院时，却找不到文治的踪迹。原来闵静害怕事情败露，竟然和警卫串通一气，偷偷将文治转移到了另一家医院。看着昏迷的文治，闵静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没想到闵静一走，文治突然睁开了眼睛，这次他要反击了。这时候公婆也知道了，闵静抛弃了他亲生母亲，还谎称自己是孤儿。他们不想让这样不孝和狠心的女人成为自己的儿媳，于是逼闵静和载熙离婚。没想到闵静威胁婆婆说，如果我离婚，你儿子杀人的事我也会揭露。她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载熙身上。为了把文治上赶出公司，她在股东大会上宣称文治上挪用了将近4亿公款，知道自己将面临法律责任，已经逃跑了。就在大家几乎要信了闵静的谎言时，文治上突然出现了。看到毫发无损的文治上，闵静慌了神，他知道自己快完了。文治上当场揭穿了闵静的谎言，还拿出了闵静谋害他的证据。这一下无论闵静说什么，没人会再相信他。文治上让闵静振作起来，现在不能倒下，因为报复才刚开始。闵静求文治上放过他，但决心的文治上怎会就此罢手？他要让闵静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正当闵静快被赶出家门时，谁知她突然怀孕了。这个坏女人终于尝到了报应，原以为怀上孩子能够回到婆家，但婆家依旧不接受她，因为过度劳累竟大出血。醒来的闵静以为流血是正常的，谁知被夫人告知孩子没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怀孕了。闵静顿时崩溃了，如果失去这个孩子，就没有机会挽回一切了。哈哈，想不到吧？闵静竟用去世的孩子来牟利。她把公公叫了出来，讨论孩子出生后的抚养费问题。没想到这时载熙突然出现，直接揭穿了闵静的谎言。原来载熙早就知道了闵静流产的事，也知道了孩子是雨丹和闵静的。公公一听怒火中烧，竟然用去世的孩子来做交易，真是太过分了。失去了载熙的支持，闵静知道自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赢得这场针线比赛。比赛当天，妈妈催闵静快点逃跑，外面到处都是警察，他们正等着抓你呢。你的公公和老公都已经告你了，你这个笨蛋还在想比赛。但闵静根本听不进去，以前逃过很多次，这次也能逃得掉。但当闵静要拿比赛服装时，却发现不是自己做的韩服，原来是夫人故意搞的鬼。趁闵静不注意时偷偷调包，夫人还把20年前害死戴伯父的事说了出来，表示现在愿意为过去的错误赎罪。但闵静不接受这种安排，大叫比赛不公平，指责大家都在帮保利。但老名将没理会，直接宣布比赛结果，让闵静成了全场的笑柄。闵静慌忙跑了出去，但外面的警察却没能抓到他。原来是他妈妈为了帮他逃跑，竟然跟闵静换了衣服。虽然现在闵静一贫如洗，但他仍旧深爱着黛西。他想和黛西共度最后一晚，然后打算去自首。可黛西已不再信任闵静，觉得和闵静在一起的每分钟都是耻辱。闵静一气之下把戒指扔进了火里。这时的闵静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绝望之下走向湖中央。不会游泳的妈妈试图去救他，却差点自己溺水。这一幕让闵静终于醒悟，他恳求保利放他一马，希望等妈妈醒来后再离开。没想到妈妈因溺水患上了老年痴呆，夫人也离开了飞书馆，开始主动照顾闵静的妈妈，在狱中靠缝衣服互换东西。夫人看到闵静的手严重烧伤，她想劝闵静去做手术，但闵静拒绝了，因为她的手里还握着西送的结婚戒指。保利成了飞书馆的针线匠。转眼间3年过去了，或许命中注定，患了老年痴呆的妈妈只记得保利是她的女儿。出狱的闵静找到了妈妈，无论她怎么哭喊，也换不回妈妈的记忆。看着曾经深爱自己的妈妈，现在却不记得她了，闵静心痛如绞。李丹看着闵静受伤的手，心疼地问闵静痛不痛？下次来时我给你戴上漂亮的手套。
可能所有人都以为瞒过了雨丹，其实雨丹早就知道了，他已经认出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夫人也终于得到了家人的原谅，并且重新回到了飞术馆。老名将在临走前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感到非常欣慰。转眼间，敏静也变得和宝莉一样，帮忙妈妈打理汤饭馆，甚至烫了一个和宝莉一模一样的发型。但妈妈总是对她又打又骂。在西找到敏静，给了她一笔钱，劝她去做手术。在临走前，敏静嘱咐黛西找个好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看着他们红红的眼睛，感觉他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原以为妈妈一辈子都不会记起自己，没想到妈妈竟然叫出了敏静的名字。但顺着妈妈的目光看去，她叫的竟是一条狗。看着疯疯癫癫跑远的妈妈，敏静觉得这也无所谓，只要妈妈能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是猫是狗都无所谓。前男友文志尚也决定开始新生活，但没想到他找的新女友竟然和敏静长得一模一样。真不知道他看到这张脸会不会觉得有阴影。雨丹也终于知道了，文志尚就是自己的爸爸。